来看看今天我狼给大伙儿带来一个龙王战士啊，这个跟大伙儿讲一下啊，这个之前我解释过太多，这次的解说的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精灵啊，这个精灵的速通，之前都是做这个，因为速通只有法师是最快的啊，这个咱们就没法说了啊。操作者呢是龙王这个爱好者，这个其实就那么几个人啊，什么猪头三啊，这个第一龙王之类的啊。当然我跟大伙儿讲解啊，速通的话呢，如果打记录，那肯定是奔着法师使劲啊，法师才是速通的这个主要人物。然后呢就是精灵了啊，因为毕竟这个远程啊跟近战的还不太一样啊，倒也不是说近战不厉害，比如说用战士速通啊，也是一个强力角色啊，战士就得用29分钟啊，这个要快3分钟左右，但是呢要比法师慢2分钟左右啊，所以说这个精灵呢也确实慢了一点啊，这个没办法啊。当然呢，精灵也可以做啊，好多人都玩那个改版的这个龙王。都是用精灵去玩啊，这个因为精灵的话呢，总体来讲呢，它的攻击虽然说远，可能给人一种感觉攻击力不高的这种错觉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哎，只要离近了之后，这个射速还是蛮快的啊，它这个对啊，你看这个就比较过瘾啊。所以说句实在，在高手面前啊，就没有弱的角色，但是呢，如果同一个高手啊。这个用同一个角色啊，用不同的角色肯定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说法的。但在这里跟大伙儿讲一个事儿啊，就是之前咱们做过很多，比如说矮人的1级斧头啊，战士的全程灵盾啊，还有这种什么比如说法师的这个对吧，这个摊分玩法啊，都玩过啊。但总体来讲呢，就没什么好说的啊。这个游戏基本上。如果原版的话呢，这些高手啊，想要随随便便一命通关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精灵5分钟速通，你那是5分钟被速通，好吧啊？5分钟被速通，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啊。兄弟们，人头哎呀，哎，这别闹了，现在这个人头马上都快2星的人头了啊，哎，这有点东西。啊，好，可以看到啊，今天个人感觉还是有这么一个点啊，因为我感觉有一个非常闹听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用精灵的话呢，你会发现啊，你如果离得远打，它的这个射速就比较慢，因为它你看，对吧？但是你离得近打，它快速把这个弓箭抵消掉，就可以连发，我就感觉这个就比较爽，所以说啊，卡这个距离还是比较好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弓箭呢也可以升级，对吧？这个。应该说弓和箭它这里面设计的比较有意思啊。如果是法师的话呢，就是那个武器还有的这个饰品。然后呢，这个如果是用战士的话呢，就是武器和盾。矮人也一样啊。当然这个，所以说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简单一些，设定比较简单啊，不是说这个游戏操作简单啊，就是设计比较简单。相比于同样这个《龙与地下城》系列啊，包括这个什么失落之塔、暗黑密影之类的，你会发现啊，那可能就多了很多啊，还可以可操控型的这个装备啊，包括还有一些隐藏的地图什么之类啊，这个就比较凶狠了啊。当然呢，这个街机游戏现在已经做到什么样了，我们大家伙都了解啊。官方呢，因为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做街机游戏了啊，对吧？我说的就是不是那种民间改版，就是真的是，对吧？街机基本上都是什么抓娃娃呀，或者再有一些类似于像一些音游啊，或者说是摸鱼之类的啊，对吧？顶天就是这些了，开车什么的啊。但是呢，这个咱们民间的玩家改版的游戏还是蛮多的啊，比如说你像现在那个《三国战记》改成了。都可以有商店，然后有这个默认装备，还有可操控型装备，然后什么合成系统，然后还能给武器附魔，还能强化，哎呦，对吧？这就太变态了啊！当然，这个也是利用这个街机版的这个机制，合理的完成了这个诉求啊。如果说这个现在这个功能拿到以前如果有这个功能，哇，那街机游戏那可能黄得更快啊。OK， 可以看到。虽然说这个龙呢是多头龙，这个应该是这个 BOSS 不是最后那个龙王啊，最后那个龙王，这个妹子我觉得挺好看的啊。如果她是一个龙的话，是一个恶龙，但是那个妹子一个红龙啊，那个妹子身材也好，还是长相也好啊，确实是有点东西啊。该说不说啊，你懂的啊。好 ，OK， 虽然说是速通啊，你可以看到啊，还是尽量避免这个跳。等他冲过来，然后呢，咱们对他再进行输出的打，这点是比较重要的。好，
逮着下巴壳打。最后这个冰龙的速度很快啊，看没看见啊？好，直接打爆。每次一过关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闪屏，这个确实是有点东西的啊。死掉了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个龙的颜色变成黑白的了，这个就是死透了的意思啊，就是面无血色啊，就这个意思。OK， 直接来了一手维京海盗3级弓，这射的这个箭，你可以看到，我操，这冰箭这是啊。我再想一想啊，这个说起来这个。咱们说这个弓箭这个东西啊，这个要说咱们最开始的这个生活在这个中国大陆上这个游牧民族啊，它最牛的就是骑射。其实如果说在地面上射箭，你像这就相当于近战了啊，就一般这就不像这按理说它就应该就不是所谓的这个弓箭手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弹弓手或者是一个弩手啊。这个弩就是比如说把箭。捆到这儿，然后可以砰，然后再上一个箭。当然呢，这个据说这个诸葛连弩呢可以这个连发啊，对吧？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啊。那这个弓箭的话呢，还得这个开弓，对吧？拉弓，然后再射箭。远程当然好啊，对吧？你近战的话呢，你可能这个不好瞄。我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玩过这个 FPS， 不是说不知道啊，我相信绝大部分玩家啊。这个啊，基本上听我狼解说的都玩过第一人称视角的射击游戏吧，比如说 CS， 啊，比如说这个对吧？啊 CS 或者是求生之路啊，就说白了啊，就是第一人称这个第一人称射击类游戏嘛。但是这个游戏你们有没有一种感觉啊？有好多人离得远啊，就是相对远一些，他就是射的比较准啊，比如说打，他就能打死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他就不行了。离特别近的时候都瞄不准了，啊，就在你眼前就感觉哎呀这种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人啊。然后也是啊，包括这个你要拿这个狙击步枪的更是了，对吧？用扩劲儿，哎，距离远也不怕，用扩劲儿啊。有的游戏还有那个屏住呼吸那种感觉啊，可以摁住 Shift 的键啊，比如说屏住呼吸啊。当然呢，如果要是时间长一段时间，比如说你屏住7、8秒钟。然后可能就会，然后就会晃啊，就控制不住了，是吧？啊，当然呢，就说这个意思啊。有的游戏可能还要考虑一些什么，比如说什么风速啊、空气湿度啊之类的问题。当然呢，咱们不考虑那个事儿啊。我就想说，如果拿狙击步枪，真的说你拿了扩劲儿，你会发现别人离你越近，你就不会了，他打不着人了。啊，当然有一些高手啊，人家可能是习惯，人家就能打到人，但是绝大多数人打不到。你比如说，你像这个狼嫂玩求生之路，这个丧尸在老远的地方，还有玩这个使命召唤系列啊，哎，什么荣誉勋章啊，哎，各种各样的什么战地系列啊，他都玩啊，玩单机的，玩剧情版的，哎，就是对吧？啊，这个也不玩特别难的啊，就玩一些这个新兵啊，新兵的这个就比较简单，可能就往那一站，可能对方突你突半天你才能会死嘛，对吧？当然这个技术就摆在这儿，但他就是什么呢？他离远了打得可准了啊，这可能是天赋。比离他越近，他越打不了啊！这都是我亲眼所见啊，这确实是比较凶狠啊。当然这里面呢，咱们血杀呢是自动跟踪的这个雷霆万钧的这种感觉啊。虽然说是费血的，但是呢效果非常的好，还实惠。如果说给咱们这个足够的这个补血，对吧？所以说为了速通啊，该这个雷击，好，给一把剑啊，还是弓啊。这是绿色的弓。第7关，这个游戏关卡非常多啊，就包括像那个圆桌骑士类型也是，它虽然说也是单元的这个路线啊，但是呢，这个路线这个应该说啊，它的每一个单元比较短，不像这个三国战记呀这种啊，包括像这个一些大型的这个闯关游戏啊，其实这个就目前来看啊，它还是偏中型的啊，也不能说是小型。如果是小型的话的这个单元闯关游戏，其实就是那种益智类型一点啊，或者说是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小冒险类啊，小冒险类可能剧情比较单一，比较简单，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冒险岛啊之类的啊，那就比较简单，而且比较重复嘛，对不对啊？
之前圆周骑士亚瑟王那个是解说过啊，那个也是最快的速通啊，最快的速通。哇哦，这是狠啊！当然，这个精灵，咱们看啊，这个但凡这种类型的游戏啊，它的这个世界观啊，咱们逐一分析一下。你像咱们，如果说咱们国家要是当年游戏发达做游戏，除了咱们说这个名著的 IP 啊，包括一些仙侠、修仙啊，这个玄幻之类的啊，这种剧情之外。啊，可能多也跟世界一样啊，也跟这个多有一些什么西游啊、三国啊、战争题材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可能也有一些妖怪啊这个山海经、封神之类的，是吧啊？但是外国人做呢，尤其是像这种地下城类型的啊，就是这种，就跟这些这个西方的各种神话结合到一起了啊，对吧？这个可能就比较比如说你像这些蜥蜴人。对吧？还有很多冒险的，比如说类似于像什么这个复活节岛上那个摩埃石像啊，对吧？还有很多这个什么金字塔，这吧都是这种文化文明是吧？然后各个地方冒险，跑到这个地方，跑到这个罗马，跑到这个什么竞技场是吧？跑到这儿，跑到哪儿又这个什么维京海盗时期，然后涉及到一些这个角色呢，比如说主角一般啊都是比如说战士。对吧？这个战士，什么斯巴达勇士啊，像这个精灵族啊，大家伙儿记住，精灵族呢，你可以说它是另一种人类啊，或者另一种灵长类的动物啊，可以这么说啊，可能不是智人啊，比如说耳朵都比较长啊，善使这个弓箭啊，对吧？然后还有一些类似于像这个什么什么不死族啊、矮人族啊，矮人族呢就特别适合打造一些兵器呀什么这个装备呀，什么这个护甲之类的。就包括咱们看那个什么，对吧？咱们看那个这个北欧神话哈，这个尤其是咱们看复仇者联盟，这个雷神的武器，你看也找矮人族去打造，但是他那个可能宇宙更大啊，他都是恒星级别的武器啊，这就比较离谱了啊，对吧？然后再就是是吧？有一些什么魔导师啊，什么大魔导师，还有黑魔导师啊，对吧？各种不一样的东西都要综合到一起。是吧？这个魔法师有好的有坏，也不能说好的坏的啊，也不能说这个黑魔法师听起来好像就跟黑社会似的，黑的就是坏的。但是呢，黑魔法呢可能都是一些禁忌的魔法，对吧？可能会有一些反噬作用啊。当然不能说黑魔法师全是坏人啊，应该是不能这么说啊，对吧？好，这感觉用3个特殊道具想把这个龙骑士给秒掉啊，这龙骑士是有点东西啊。玛雅啊，玛雅文明。这个印加文明，纳斯卡线条是在秘鲁是吧？纳斯卡线条也是，再来点麦田怪圈，齐活了，灭霸的手套，其实这个它都不一样啊，那每个神话都不一样啊。咱们大伙儿你看啊，你比如说你看那个雷神是雷神4是吧？雷神4叫爱与正义是不是？我不知道是雷神3爱与正义，雷神4不是爱与正义是3吧？我忘了啊，反正雷神4呢就是那个屠神者格尔是不是啊？我看了啊，虽然说挺无聊的啊，但是那里面他把那个宇宙观扩得非常大，就是说生活在每一片的土地也好，还是说各种星球也好啊，它都有这个他们自己的神。这里面无所谓设计不设计宗教啊，因为有一些，你像有一些就没办法拍，对吧？你拍的话呢，很容易过不了审啊，或者说是有很多宗教组织会谴责你。但是有很多的这个神话啊，它并不是所谓的宗教，是吧？可能就是民间传说嘛。你像咱们现在，对吧？民间传说拍一拍，那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啊？对不对？那都是传说啊，那都不是真的，是吧？那你像这个，它里面又讲各种神。除了这个，对吧？雷神的父亲是吧？这个奥丁啊，奥丁神，那他雷神本身也是神，对吧？然后呢，这个是北欧神话，然后呢，再就是这个希腊神话啊，希腊神话大家伙都知道啊，对吧？这个智慧女神还有各种名头啊，对吧？雅典娜啊，阿佩娜，对吧？啊。然后呢，这个当然呢，主神呢就是宙斯啊，这是把这个宙斯整的，应该是就是非常厉害。当然，宙斯呢在希腊神话当中啊，他是第3代的统治者啊，他并不是说他是一开始他就是创世的啊，不是他啊，他只不过是最出名而已啊，对吧？而且这个人品懂的都懂啊，不懂别问了啊。当然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当然也不能叫人品啊，也叫神品，对吧？啊，
这个比较，对吧？这个臣妾要告发宙斯，这个宙斯私通秽乱后宫，罪不容诛。哎，这就非常的离谱啊。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还有对吧？这个咱们说有希腊神话，有北欧神话，还有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玛雅的这个文明的这个一些神话传说啊，苏美文明啊，同时当然还有一些比较，对吧？应该说是最出名的埃及神话啊，其实包括咱们中国的神话，日本神话也有啊，对吧？神话传说嘛。这个神话传说，这个有的时候都出奇的一致啊，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这个非常的凶狠。埃及神话呢，就比较怎么说呢？可能其实这些神话都比较乱啊。反而我个人觉得呢，相对于这个奥丁这个北欧神话这块啊，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啊，简单易懂。而且呢，他们的那个神啊，没有什么不怎么牛逼啊，就是知识方面上啊，咱们必须得承认啊。但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那个。就那个奥丁啊，他如果没有他那个武器啊，那个枪啊，对吧？包括这个雷神没有那个锤啊，就是他们就跟普通人可能没什么区别啊。当然可能比普通人厉害一点，除了有知识之外，可能肌肉比较发达一些。当然那个比如说奥丁老了之后，那老头他没有他的武器的话，那就啥也不是，一点粉刺，知道吗？就可能就是你给他一个腿把，他连人带拐棍都有点摔倒那种。我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啊？就说这个意思啊。就神也是人啊，就他这个就可能就比较。对吧？就跟现在似的，你让一个老头手里拿着 AK 对吧？阿卡47，对吧？泰森给打不，对不对？那没招啊，对吧？那没办法，时代变了啊。那你那个战神那战神那太赖了啊！那游戏那没法说了啊。战神好像又出新的了是吧？反正大家伙可能有的人去玩。我说句实在话，我真的从来都没玩过，我没玩过战神啊。战神4是吗？现在是3是4，我忘了啊，还是5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刚知道这个游戏的时候就已经初2了。我朋友天天就拿个那个 PSP， 还不是 PS2 什么 PS 啥的啊，就跟他玩，天天玩。我说这玩意儿有意思吗？其实我觉得单机类型游戏啊，也不是说没意思啊，主要是你老刷一个也确实挺无聊的，对不对啊？老刷一个游戏可能就挺无聊啊。但是如果说，对吧？你这个好像有人说什么大表哥呀。什么上古卷轴啊，还有什么塞尔达什么之类的，就可能就比较当然没玩过啊，确实没玩过啊。现在是5是吧？那可能反正我因为就这个东西确实不懂啊，不懂就没办法。好，可以看的又是我熟知的这个夏洛特，你看它像不像这个王者荣耀里面那个原皮夏洛特啊？像不像啊？对不对？没有脸啊，远距离看是没有脸的啊。战神剧情可以，我知道啊。其实一个好的游戏啊，这个很多重要的元素跟大家伙说啊，游戏最重要的是什么？游戏的机制啊，最重要的是游戏的机制，因为游戏机制是最重要的，对吧？比如说藏猫猫有很多种这个说法。好了，直接把这个龙骑，这是真正的龙骑啊，给直接打跪了。我操，直接雷霆万钧一劈，然后焚化了，这确实狠啊。反正好的游戏，大家伙儿知道游戏设置，因为刚才我说了，藏猫猫就有很多种叫法，我们有人叫踢核桃，也有人叫拔橛子，还有一说比较简单，就叫藏猫猫，就藏起来让人找嘛啊，对吧？从这个藏猫猫可以延伸出来啊，怎么弄啊，捉迷藏是吧？也可以这么叫啊，而且还有很多类似的这种用这个机制来做的这种游戏或者是电影啊，对吧？啊，比如说你像这个我就。看过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恐怖电影啊，就叫《捉迷藏》，是吧？当然，可能它原名这个叫啥我忘了啊，这个可能就叫捉迷藏吧，就是一个，对吧？一个女的啊，嫁给了一个这个家族的这个男子，然后呢新婚，要上家里面，然后这个他家有个规矩，要抽这个卡片，抽到什么游戏就玩什么游戏啊，对吧？这个当然我不剧透了啊，反正我觉得挺有意思啊。那个电影好像是前年的吧啊，19年的还是20年的我忘了，还是18年的啊，反正挺有意思啊，大家伙可以看看啊。再就是像有一些大逃杀的这些游戏啊，比如像什么这个《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对吧？它是作为这个漫画改编的这么一个。对吧？一个剧啊，现在第2季已经拍完了啊，
已经快上映了吧？啊，这反正是我比较期待啊，因为他的漫画我是看过，他的漫画是非常精彩的啊。好 ，OK。这个基本上啊，搜集武器，感觉这个精灵是只要是弓和剑啊，你就吃就完了，无脑吃啊。而那个法师摊分的话，可能就不是无脑吃。游戏设置比较重要，然后呢就是游戏的剧情，游戏的剧情完了之后呢，再就是配上画龙点睛的东西，就是游戏的音乐啊，这个比较重要。当然，画面重不重要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个画面是排到第4位的。但是你前面3个做得好了，画面呢应该不会做得差。但是呢，相反啊，我个人觉得游戏的设计呢可以用脑洞来弥补，是吧？游戏的这个玩法嘛啊，然后还有游戏的音乐呢，说白了也要找专业人士去制作。如果你碰见好的音乐人，他可能不太出名，但是呢，他很有本领，那么也可能会节省一大笔的开支，是吧？再就是游戏的剧情，同样也是啊，对吧？这个编剧的他写的东西，是吧？可能这个编剧初茅庐就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那也是比较厉害的啊，这都是可以节约成本的。但是游戏的 UI 制作，就可能特别耗费这个人力物力啊，就比较难做了嘛，对吧？尤其是还要有一些 CG 动画的话，那就太嘚了。所以说画面我觉得排到第4，但是它反而是整个这个游戏制作当中，我认为是最贵的啊，这个就没法说了啊。当然，大型的游戏公司呢，它确实牛逼啊，它可以直接就是有团队嘛，它这个就直接让人给做了啊。而且呢，不光说是团队的问题啊，还有一点就是，就是它这个游戏可以，比如说它这个游戏的这个 UI 可能是之前做过了，然后呢，直接套用过来就可以。你比如说现在这个游戏的背景啊，这些坛罐啊，都可以拿来反复利用的啊。比如说你稍微改一个外形，对不对？这个外形很多人改，比如说改个颜色。啊，把方格改成三角格，比如这个坛子上面镶3个宝石，你给它变成3个蓝宝石，或者变成了，对吧？6颗宝石，是吧？都可以啊，是吧？这个就感觉，挺像又不太一样，啊，是不是？这个就可以拿来用了啊，这可以节约一定的成本啊，对吧？就这个意思啊。火狼晚上好，晚上好，啊，好，可以看到啊，一路向北啊，一路向东。其实这里面兽族也有啊，兽族加不死族，然后加龙族。不死族呢，就是像那些骷髅什么的啊，就不死嘛啊。还有一些邪恶系的啊，像这个就有一些兽人啊，兽族人，然后还有龙族。你看他这个世界观非常大啊，对不对？像当时我们记得玩那个魔兽争霸，然后对抗，魔兽世界可能还没玩上的时候，先玩魔兽争霸，然后魔兽争霸里面兽族、暗夜精灵。什么对吧？这个又什么人族，又是不死族什么之类的啊。当时，这个整个就特别，但是呢，很多咱们国家的这个传统文化啊，应该说是对这个东西要接受一定的啊。小的时候，很多人玩的话，肯定也是看了一些作品啊，尤其是电视剧啊、漫画什么的，可能才会了解到这个，才会有兴趣啊，而且必须得汉化。啊，可能咱们国家人还是比较欣赏一些，比如说，这个东亚一些的这个相对来讲的这个文明啊，比如说咱们国家的一些历史啊、传说啊、神话啊，哪怕是日本的这个忍者什么的啊，比较好接受一些啊。你像这种其实不太好接受的，有的时候他一说一些什么众神呐、什么这个神那个神呐、这个，对吧？这个梗啊，那个故事啊，你都不太了解啊，这个东西没办法啊。你像这木乃伊什么的，是吧？也是不死系的啊，对不对？感觉怪怪的啊。今晚有没有9期比赛啊？据我所知，目前来讲应该是没有啊，反正是没有什么大型比赛啊。小狼，我是你的铁杆粉丝，现在铁杆已经这个，我感觉现在好像全都要放开了啊，全放开之后，好像大家伙这个就比较难受了啊。这个准备迎接大型感冒当中了啊。唠你一奶呢，一奶可硬实啊！歌利亚泰坦。要说起当时玩这个地下城与勇士，其实也是借用这些游戏设计的这些背景啊，
就比较简便了。有一些游戏的剧情都可以很好的设计，像什么《王的遗迹》呀、机械牛是吧？再加上我记得这个歌利亚呀、什么泰坦，一共3个是吧？还有个叫啥我忘了啊。基本上就是那个熔岩地图最终的 BOSS 嘛。当时我记得熔岩地图，我特别喜欢那个熔岩地图的背景音乐啊，无论是 BOSS 出的音乐还是什么音乐啊，特别好听啊！感谢我们的欲望何求赠送给我狼了2手大金卡，人头已经够了，坐等老板来一手一飞，然后冲到2星。好多招式抄袭拳皇，其实啊，这个东西也不是说抄不抄袭了啊。好了，终于来到了最终的 BOSS 处。直接在 BOSS 处给了一个黄金弓，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女的这个龙法师，最后她变成一只大龙，这个龙特别漂亮啊。当然速通呢一定要打得快一点啊，你懂的啊。魔兽世界没了，停服了，你只能说国服没了。最开始9成，然后网易说这个怀旧服啊，让你们怀旧看看，停服也让你们怀旧一下啊。没办法，对吧？对吧？这个嘴上全是主义，这个心里面全是生意，没办法，对不对啊？还是喜欢我解说，感谢支持，感谢支持。好的，毕竟是最后一关的 BOSS 啊，还是非常的扛干啊。这个龙呢，虽然说会喷火，但是不要以为这个火很牛逼。如果你选择这个矮人或者是战士，你只要他喷你的时候，你拉后就会用盾给防住啊，而且说是这个火也能防住啊，这个也是很变态的啊。很变态，有点东西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好，直接反跳回来，一个血杀，最后一滴血了啊！这个大火喷一下，如果你没有防具的话，有可能一下就给你秒掉啊！等级还不够的话 ，OK， 直接爆头，一箭射到爆头上，可以看到啊，掉下来很多金银财宝，你看啊，你看项链啊，墨竹手镯啊，那个7星宝刀啊。蓝宝石戒指啊，紫金玉项链啊，看没看见啊？这都是啊。恶龙就特别喜欢收集财宝，对吧？把恶龙打败了之后，然后呢，屠龙少年最终呢身上慢慢长出了鳞片，然后变成了一只恶龙，这个就是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啊。当然这是开玩笑的啊。当然 ，OK， 这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龙王爱好者给大家伙表演的这么一个精灵的最速通关啊，打的还是比较快啊，但是可能。如果有 TAS 的话，肯定比这要快得多啊！这个不做过多解释。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伙的收听，我们就下期再见吧。